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在昨天，也就是2月7号，中国的一架运20军用运输机携带着第一批新冠疫苗抵达了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国际机场。柬埔寨的首相洪森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柬埔寨当地的报纸这样报道说，中国疫苗的到来对于柬埔寨受影响的旅游业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如果关注过柬埔寨相关的新闻，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柬埔寨的首相洪森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柬埔寨不是垃圾箱，也不是疫苗的实验场。言下之意，他对于中国的疫苗出口并不信任。那个时候，他对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的疫苗生产商抱有更大的期望，他希望从西方国家能尽快的得到疫苗。当时的整个大环境是，中国的疫苗正在巴西进行实验。在当时，实验数据并不是很漂亮，并且中国的疫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世界卫生组织所颁发的许可证。再加上柬埔寨的首相洪森可能对于感染人数的增加速度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全球的感染人数还不超过8000万。然而呢，到了今年的1月份，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亿，也就是说，在短短1个月之内，全球的感染数量就这么增加了1/5，并且这个速度还将会越来越快，因为它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前几天，洪森首相呢紧急批准了中国疫苗的使用，并且他还放话说，如果说中国的疫苗运达了柬埔寨，他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在昨天，他兑现了承诺，他亲自来到机场。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样出尔反尔的态度会很鄙视，但是呢，作为这些大国周边的小邻居来说，像这样放下面子、放下身段去争取好处、去争取利益，那他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丢人就丢一个嘛，但是呢，他可以拯救整个国家的人。说起来，洪森这样态度的转变，还不得不提一下民主制度的这些西方国家。他们的疫苗生产商如果还没有能力为自己国家的国民生产足够多的疫苗之前，他们是很难有办法去匀一部分优先给这些更加困难、更加需要疫苗的国家的。因为这些民主国家对于自己国民的重视程度要比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要高很多，毕竟人民掌管着他们的选票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西方国家、这些民主国家都在大量的囤积疫苗，有些国家已经囤到了足够自己国民注射2剂，也就是正常注射量2倍的存货。那世界卫生组织就特别着急，他们就在一直呼吁没有必要这样做。可是民主制度让这样的事情就变成了必然，因为如果说哪一个民主国家媒体报道说，现在我们国内的疫苗连自己老百姓都不够打，但是政府却把他们往外出口，那大家想一下，这样的新闻如果出现的话，那这些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不是都得整下台？正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能够出口的疫苗数量就变少了。那比如说像柬埔寨这些国家，他自己没有疫苗的研发能力，他除了在看着自己不断增长的感染数字之外，他什么都做不了。而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集权政府，政府的权力无限大，那么他只要一纸命令，就可以把疫苗匀出来一部分，给这些急需要疫苗的国家先运送一部分出去。那我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仅仅1个月时间，洪森的态度会180度的大转变。好，让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2月8号的白天，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爆发了据称是有30万人上街头进行抗争的一次活动，民众们高喊打倒敏昂莱，还我们民主这样的口号。缅甸其他的城市也纷纷跟进，在接壤泰国的一个边境城市米瓦迪，今天还传出了枪声。据推特的缅甸网友爆料，刚开始的时候，缅甸国内的人民相信，在街上执勤的这些军警、这些军队，他们的枪里边是没有装实弹的。但是今天有人在地下捡到了军队开枪以后遗留下来的子弹。那以前那样的说法呢，就不攻自破了。根据图片上边展示的弹壳，它是铜皮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弹壳都是实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消息说有人员的伤亡。乌鸦三语也希望这些军人呢是在朝天鸣枪示警，而不是朝人群直接开枪。还有来自最新的消息说，军方使用的是橡胶子弹，但是呢没有任何图片去证实。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今天有3名诈骗腾讯公司的人被提起公诉。在2019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事件，名字叫做窦娥冤。有3个人来到腾讯公司，2女1男，都是30多岁。他们称自己是贵州老干妈公司的销售部经理。他们来到腾讯公司是想跟腾讯合作来做一个广告推广。投入1000多万元的广告费，和腾讯旗下的 QQ 飞车这个游戏深度合作，来为老干妈的油辣椒产品做推广。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3个人全部都是骗子。他们根本就不是贵州老干妈公司的员工，他们伪造了老干妈公司的公章，用它来和腾讯公司签订协议。他们来到腾讯公司洽谈这一单业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批量的拿到 QQ 飞车这个游戏的礼包的兑换码，然后他们3人把这些兑换码在网上卖掉，以此来牟利。
事发以后，腾讯迟迟没有收到来自老干妈的退款费，于是呢，他们找到法院，申请对老干妈公司执行财产保全，让法院冻结老干妈公司1600多万元。最蹊跷的事情出现了，法院在没有任何查证的情况下，就这么相信了腾讯公司，莫名其妙的就把老干妈的账户给冻结了。老干妈那就是一脸懵逼啊，我什么也没做啊，你们法院是不是疯了？于是呢，老干妈报警。等警察抓到这3个人以后呢，整个事情才水落石出。于是腾讯在这个网络上边就被无情的调侃，最终事情呢是以腾讯公司承担这1600多万的损失而告终。但是媒体却淡化了为什么这个法院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可以那么轻易的去冻结一个合法的公司、合法的公民的财产。事情已经过去了2年，今天是检察院对于这3名骗子提起公诉的日子。冒充老干妈员工诈骗腾讯公司这个事情又冲上了热搜榜，人民的眼睛那当然是雪亮的。其实上，中国老百姓想要看到的并不是来调侃什么腾讯，而是想要看到怎么处理这个法院、这个法官。当然，就今天这样言论管控的程度来说，老百姓的这个心愿那肯定是满足不了的。他们会用往常一样的操作，让这个话题淡出热搜榜，并且把舆论导向到对腾讯公司进行娱乐化的嘲讽，而不是去对法院进行严肃的问责。在这样被高压的言论管控之下，中国这个社会它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像冻结老干妈资产这样的问题，花费那么惨重代价换回来的它不是教训，因为它不能被在公共视野当中提起，所以这样的错误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次犯下去。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朋友们点赞、订阅、转发，让我们明天再见。